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和未来的正缘，你们的相处模式是什么？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第一组牌你们和正缘的相处模式的话，应该是患难与共。患难与共是你们最终会成为互为彼此的精神寄托。这个权杖10的逆位，就是即使有正缘陪在你们身边，你们依然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就是这个正缘的出现，它并不会减少你们的压力，因为这种压力它并不是来自于外部的压力，而是因为你们对自己有着很高的要求、标准和期待。就是你们是很清楚自己人生的使命的，而且呢，这些使命必须依靠你们自己来完成，所以你们并不指望正缘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自己人生的使命。因为你们有着很坚定的目标啊，所以说你们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这个正缘。那这个星币骑士呢，就对应的是正缘它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首先呢，这个正缘它是有着很强的这种摩羯和金牛的能量的，就是非常的实际，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现实。就是给我的感觉，你们两个人都很努力，而且你们两个人是可以互相打气、互相鼓励的那种。这种星币骑士的接地气呢，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踏实的、很实在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他们可能不会给到你太多的这种情绪上的安慰和鼓励，因为这个星币6，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直接给钱，或者说给到你们物质上的一些帮助。但是呢，这种土象特质的话，因为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为你们着想的，他们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安慰你们，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优点，但是有时候也是缺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们会很需要鼓励啊，很需要安慰和情绪价值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用自己的一套方式来帮助你们，可能说他们给到你的未必是你们想要的，这是你们在前期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去磨合的。因为这个摩羯和金牛的能量呢，这个星币骑士它其实是很固执的。一方面是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对你们好啊，但是呢，他们在感情当中也是很坚定的、很纯粹的。他们提供的是那种默默的陪伴，不会因为你们好就靠近你们，也不会因为你们差就离开你们。他们始终如一，用一种方式和态度来对待你们。所以说，其实这个星币骑士和你们自身的优秀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很坚定、很固执，但是又不卑不亢的人。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优点，也是同样是他们的缺点，就是他们是很固执的。他们一旦认定了什么东西就不会改变。但是呢，他们的这种特质也是很有魅力的，因为只有在长时间的相处当中，你们才能够认识到他们性格当中这种坚韧的、这种厚重的、踏实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那么这个愚人牌的逆位呢，你们在感情当中还是有一点悲观的，或者说你们的悲观不是对于感情的悲观，而是对于生活的悲观。就是你们觉得生活太难了，你们时常会陷入到这种情绪化的低落。那么星币骑士这个人呢，他不一样啊，他是非常坚定的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命运的啊，即使他们有的时候撞的也是头破血流。所以说他们就是你和他的相处啊，并不是就他不是通过沟通和语言来给到你们力量的，他是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经历，让你来看到生活对他来说依然也很艰难，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勇敢的去面对。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到你们力量的。那么这个圣杯5呢，就代表的是你和未来的这种正缘啊，这个正缘他也是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在努力的往前走的，但是他们从来不会抱怨什么，他们只是往前走啊，带着伤痕前行。
这个圣杯5就意味的是这个星币骑士他们在过去可能也遭遇过一些令他们很受伤啊、很受打击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圣杯10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的感情啊，即使在稳定之后，也不会立刻进入到婚姻当中。对你们来说，你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漫长的爱情长跑，然后在你们两个人彼此都非常的成熟、稳定之后啊，才会进入到婚姻啊，才会进入到家庭，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在感情当中很缺乏安全感啊，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彼此的磨合和经营，才能给到你们足够的信任。但是呢，还好这个正缘他就是一个在性格上面很踏实、很稳重的这样的一个人。逆位的星币侍卫呢，你们和这个正缘的相处呢是很含蓄的。正位的星币侍卫，因为它是一个逆位的状态啊，如果是正位的话，就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很坦坦荡荡的去表达自己的爱和感受。但是呢，它是一个逆位，就说明你们两个人可能都不是很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爱，就是这种爱它是藏在行动当中的，它是无声的，是默默的关心彼此，默默的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但是从不声张，是一种非常隐忍的内敛的爱。和这个星币骑士，你们两个人都是这种人，你们在性格上的相似可以让你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而这个正义牌，就是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正缘他就会挺身而出，他是那种能扛事儿的人啊，所以他会站在你们的面前去帮助你们抵挡一些恶意啊，还有生活的这种扑面而来的挑战。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因为小事吵吵闹闹，但是大事绝不含糊啊。生活当中无论有谁遇到困难，另一个人都会挺身而出。而这个圣杯7呢，它其实更像是一种你们的生活相处过程当中的另一种考验啊，就是琐碎。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是很琐碎的，它并不是那种很浪漫的、很美好的，而是说在这种浪漫，就是在彼此陪伴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经历到这种感情的磨合，会经历到很多的考验啊。这种考验它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而是生活的细节。所以说这个圣杯7就给我一种，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很琐碎的问题，或者说很琐碎的情绪，这也是你们两个人需要克服的。当然不是说你们会和星币骑士这样的正缘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啊，你们和谁恋爱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所以说这段感情的发展呢，前期因为这种两个人在互相融合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很琐碎的争吵，或者说很琐碎的情绪，所以说关系的发展它是前面会很慢很慢，就是一旦后面你们了解了彼此的性格特质以后，你们的相处就会很融洽，这种感情它是慢慢升温的。那么星币10它对应的是一种丰盛和富足，就是你和未来的正缘的相处模式，它不仅仅是互相陪伴啊，你们是彼此的精神寄托，你们还会一起去创造，这种创造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创造，因为星币10它就是关于你们的金钱、你们的事业，你们两个人未来可能会一起去创业。其实对于这组感情的话，我感觉这种关系它是很接地气的，因为你们两个人都认同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啊，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啊，不会因为这种稳定的关系而松懈，而是会更努力的去一起创造一些东西，创造新的财富啊，创造更好的物质基础，然后这种更好的物质基础又会反过来稳定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啊，一个是隐士牌，还有一个是月亮牌，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其实都还算蛮安静的，就是都是那种埋头做事，去收敛自己的锋芒，隐忍低调的默默前行。而且呢，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也很有可能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你们的喜欢也是，就是非常的慢热，并且你们两个人
都坚信的一点就是感情这件事情，它一定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你们在结伴而行的路上，慢慢的熟悉和信任彼此啊。所以说这种感情它不是一见面后就认定彼此，而是在慢慢磨合、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所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信任和依赖，让你们有信心去维系这段感情。所以说这组牌的最后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爱之神谕卡给到你们的一个指引啊，或者说祝福。Only time will tell。只要你们做你们认为对的事情，那么正缘它自然就会沿着你们走过的路来到你们的身边。时间从来不语，但是它会给出答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你们和正缘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很有可能是相敬如宾加强强联合。第一张牌啊，一张很大的牌啊，命运之轮。象征的是命运的必然性啊！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充斥着了很多的偶然和莫名其妙啊，但是在这个偶然和莫名其妙的背后，又有很多顺理成章的联系。所以这张命运之轮意味的是你们和正缘在你们的这段关系当中必然会经历一次分手，然后兜兜转转一大圈之后又会遇到彼此，进而能够看到你们两个人在彼此命运剧本当中的位置，反而能更加珍惜这段感情。所以说这一段感情啊，你们和正缘的这种感情，它是要跨越一个很长的时间周期的。逆位的权杖一就代表的是你们的这种感情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你们会或者说对方啊会偷偷观察很久以后才会慎重的开始发展这段感情。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始终都是保持克制的，所以说这段感情的相处模式是相敬如宾，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的这种恋爱模式的话，是很像两个成年人在谈恋爱，彼此尊重，然后又能够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去帮助变成更好的彼此，互相帮助啊，互相陪伴，互相扶持。宝剑女皇的逆位呢，你们自身是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双子的能量啊，还有就是水瓶的能量。你们很聪明，很自我，喜欢自由，非常的随性。你们是一个这种爱憎分明的类型，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们不会勉强，也从来不会暧昧。你们在感情当中应该算是一个很酷很潇洒的人，因为喜欢的你们就会去追啊，不喜欢的也不会勉强。而且呢，宝剑女皇的逆位，你们在感情当中并不是恋爱脑，相反你们会很理智也很清醒。这宝剑女皇的风向特质啊，你们在感情当中也会很向往自由啊，你们不喜欢被约束和管教。而且呢，我觉得这恰恰是你们和正缘他能够和你们相敬如宾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关于你们未来的正缘，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火象特质啊，它是一个火象加水象的组合。这种火象加水象的组合，很有可能对方是一个那种他的性格啊，在性格上面来说是雌雄同体，就是他同时在性格上面具备男性的特质和女性的特质。男性的特质呢，就是这一部分火象的能量，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和上进心。你们在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相对于不错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成就啊，他的年龄可能也会比你们大一些，或者说他会比你们更成熟，他的心理年龄会远超于他的同龄人。那为什么说他雌雄同体呢？是因为他也同样具备拥有女性那部分非常敏锐的情绪感知能力。他的工作会让他处理，就是他的工作会涉及到大量的管理，或者说他会掌握某种很重要的资源啊，他每天都在做出大量的人际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处理。所以说他们很明白在人际关系的相处当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能够恰到好处的掌握你们两个人关系的距离，
既不会因为过分亲密而导致双方的缺点被放大，又不会过分疏远，让你们两个人产生距离。而且对方的水象特质呢，他在感情当中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很善于沟通，能够觉察到你们的情绪变化，他们会单独为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所以说你们在这段关系当中很明显是被对方偏爱的，对方他们是很欣赏你的这种非常独立自主的特质的。而且呢，这个正缘它会给到你们很多的这种物质上的馈赠啊，这个圣杯六就是一种物质上的馈赠，但是你们很有可能不会去接受，因为他给的东西你们也有啊，你们就是这个星币九啊，你们的条件也是很好的，你们并不需要他们在物质上给你们多么丰盛的馈赠，你们要的很简单，你们要的就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你们觉得就是在爱情和面包这个课题上，你们首先要拥有爱情，面包可以一起去创造。所以说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你们已经是这种很独立的、很自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么星币九可以看到啊，你们自身的条件也是非常好的，从小到大也不缺乏桃花，只不过你们心动的标准很高啊，并且其实我觉得你们不接受对方给你们的一些馈赠，并不是在拒绝对方，而是你们不希望被对方所控制，你们希望在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够互相陪伴，所以说这段关系才能够相敬如宾，才能够强强联合。即使是这样的话，这个圣杯六，对方依然会给到你们，分享给你们很多的资源啊，或者说人脉啊，就是说这会对你们的事业上依然有很大的加成。逆位的星币四呢，代表的是在这个正缘遇到你们之前，或者说你们和这个正缘分手，第一次分手之后，他可能会生一场大病啊，整个人陷入到封闭和抑郁当中。因为你们的感情必然会经历一次分手，然后再次相遇啊，在更高处相遇。而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呢，审判和宝剑十啊，之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经历到这样的一次分手，是因为命运之轮带来的审判会让你们的关系必然就是你们的这种第一次的相遇啊，必然会矛盾释放到某个点，矛盾积累到某个点之后啊，它会释放出来。就是因为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很注重自由和随性，可能对方呢，他本身就是这种有很强的火象特质啊，所以说他们在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会控制你们，所以说你们为了想要解脱这种控制，很有可能在第一段关系当中，你们就是这样，因为这种原因，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方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让你们离开对方。所以说这个审判牌虽然说它的能量很严肃，但是你们在就是第一次分手之后，你们整个人其实是获得了解脱的。对，因为宝剑十你可以看到，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整个人那种能量啊，你们身上插满的宝剑就是对方他对你们的一些束缚。你们在第一次在这段关系当中解脱之后啊，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种感情空窗期啊，然后你们两个人会再次相遇。你们的这种再一次的相遇呢，会让你们的关系比之前变得更加的稳定啊，因为对方他真正开始重视起你们的诉求，开始真正的尊重啊，而且把你们当成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所以说这段关系的这种模式啊，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而是你们在漫长的这种磨合，甚至经历一次分手之后，才能够形成这种稳定的模式。那么在这个感情的空窗期，你们会努力的变得更优秀啊，去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你们希望能够站在一个平起平坐的角度去和对方平视，而不是仰视对方。所以说第二次你们复合之后，你们两个人会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啊，你们不仅仅会赢得对方的爱，同样也会赢得对方的尊重。
那这张爱之神谕卡呢 ？Wait, don't rush into it. Allow nature to take its course. 不要着急。当你们看到心动的人的时候，不要立刻冲进去，耐心的等待，让他看到你们，让他接近你们，然后让他爱上你们。你在爱情当中呢，不要做一朵花，你们要变成春天。因为如果你们是一朵花，春天会离开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是春天，那么在你们的世界当中就永远有花。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这组牌你们和正缘的相处模式呢，应该说是相爱相杀加如胶似漆。首先呢，你们未来的正缘是这个宝剑国王和权杖3。这种风象和火象特质的组合呢，是一个就是从远远的看上去啊，它是一个绝对高冷的存在。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宝剑国王包括这个权杖3背对着你们，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它会带给人一种窒息的距离感。一般来说，外表越冷酷，内心就越火热，所以这种特质对方也是很闷骚的。如果光看对方的这种属相特质的话，你们可能感觉不出来啊，为什么这么高冷的性格会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如胶似漆呢？因为这个宝剑国王啊，对方的高冷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这种颜值是很高的。宝剑国王是相对来说就是在韦特塔罗牌里边颜值非常高的一个桃花，他们从小到大都是被关注的焦点啊。相貌很英俊啊，长得很帅，但是呢，他们也会很封闭啊，有一点冷酷，而且呢，他们是属于那种智商很高的类型。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会就是让他们和同龄人有一点格格不入。他们的朋友很少啊，大部分时间都很自我，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而且对方的风象属性呢，他们有着超高的智商啊，他们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门槛，可能是有关这种很高端的理工科啊，需要他们拥有很强的这种数学能力啊，需要他们有极高的智商。所以说他们在学习上的话也是像学霸一般的存在，他们和任何人交流啊，可能都要上下兼容。而对方呢，他们又有着这种火象特质啊，就是在他们就是外表的掩盖之下，他们其实是有着一颗很火热的内在，只不过很少有人能够点燃他们内心的激情。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和你们想的不一样啊，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么优秀的条件一定会谈过很多的恋爱，但是呢，这个人的恋爱经验是很少的，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打开，如果是错的人接近他们，无论对方怎么做，他们都不会动心。如果是对的人接近他们，可能什么都不用做，对方就会被吸引。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能量场，包括在恋爱当中，这种感觉啊，它是有着很强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你可能不是条件最优秀的那一个，但是呢，他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打开，因为你们是在他们命运的剧本当中所必然会沦陷的一个人，所以这种感情啊，他们对你很有可能是一见钟情的，权杖1。而且呢，他们会之后的话会对你主动的展开追求啊，对应的是战车牌。而且呢，女祭司的话，你们在对方的追求当中其实是不为所动的，因为你们并不是对他很感冒。我觉得这反而会让他们觉得你很特别啊。因为你们本身女祭司也有着很自由的灵魂啊，你们从不依附，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对于当下的你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要先搞好自己的学业和事业。
女祭司的话，你们也是在感情当中完全跟着自己的心走的。你们在感情当中其实看重的并不是对方的条件，所以说对方他们的这种优势呢，在你这里是不成立的。你们只看重对方带给你们的感受啊，感受是最重要的。你们只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说一开始对于对方来说，可能你们并没有动心啊。你们在感情当中是独立的、克制的、优雅的，并且会时刻保持自己的姿态。所以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一开始啊，至少你看对方你们两个人的能量，你是感觉不合适的，对方有意，但是你们无感。而且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呢，这个星币3啊，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的这种关系啊，它是存在着一些干预和阻碍的。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不是严格意义的单身啊。总而言之，这段感情就前期很虐了。宝剑3啊，还有高塔牌，就是会产生很多的误解，又或者会有其他的桃花存在，就是会让这段关系前期会很复杂。宝剑3的话，一个是误解，还有一个是伤害啊，可能是你们的这种拒绝会对他造成一些伤害，高塔牌的话，就是你们两个人为了在一起，可能会牺牲掉很多东西，或者说他为了你们会牺牲和放弃掉很多东西。你们前期的这种关系的话，它是会有很多的阻碍的，包括这个圣杯4的逆位啊，就是对方给你们发消息，你们可能还是就是爱答不理，就是会很冷淡的拒绝掉对方，但是对方并没有放弃啊，他会克服掉很多的阻碍。所以说你们短暂的相遇啊，就会面临到一些现实层面的压力啊。权杖7也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会存在着很多的阻碍，需要一个人做出巨大的牺牲，可能是你们会异地啊，或者说每次见面需要很高的时间成本。但是即使这样，对方也在所不惜啊，因为在这段关系当中，这宝剑骑士啊，他们是很坚定的啊，非常坚定的去，就是认准你了啊，就是被你们锁定了，你们把对方锁定了的这种感觉啊。但是你们的星币2的话，你们其实是很犹豫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可有可无啊。你们并不是不想接受对方的好意，而是你们觉得你们害怕这种感情没有办法长久的维系下去。你们要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的安全感啊，也同样还包括承诺，并且你们在感情当中是很独立的啊，很独立的灵魂，你们也同样享受一个人的自由。所以说在彼此磨合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有很多的争吵，你们在拒绝，但是对方很坚定。所以说关系的前半段是相爱相杀的。而且你们在关系啊，就是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感情其实并不是你们最重要的课题啊。你们现在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未来的人生发展，你们更专注的是自我的成长。所以说这段关系当中，就是主动追求你们的这个正缘，他会对你们特别的上头，特别的有感觉。但是你们对他的话就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啊，或者说有一种疏离感，因为你们不喜欢一个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占有欲或者说控制欲，你们不喜欢被控制，所以说你们前期的这种关系是在不断的拉扯的。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磨合期之后啊，你们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靠近彼此啊。我想是可能你们会被对方的这种真诚所打动，虽然说他的努力会显得很笨拙，但是很真诚。而你们的这种关系呢，是非常罕见的，在正缘里边同样也是一个 Twin Flames 双生火焰。这种一般的正缘关系啊，不会像你们两个人这么虐的。这段关系它是具有很强的生命能量的，不是那种俗套的爱情。但是呢，这种关系它是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啊。你们也是在这种不断的磨合、相爱相杀的过程当中，慢慢了解彼此的。这段关系必然会起起伏伏、分分合合、进3退2。可能这并不是你们所理想当中期待的一段亲密关系，但是这组牌它就抽到了
这就是命运给你们抽到的牌啊，这也是你们可能会遇到的命运的剧本啊。命运给你们这样的剧本，你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你们能做的就是演好你们手上的剧本，但是呢，命运一定会在你们这样的一个你们两个人关系道路在修成正果的时候，会给到你们一个巨大的礼物啊。我觉得他这样安排一定是有其更深刻的意义。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第4组牌的话，你们和正缘的相处模式呢？这组牌的模式给我感觉是性格互补加强强联合。就是你们两个人有着2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格，但是又能够刚好彼此兼容啊，产生1+1大于2的效果。首先权杖8这张牌很神奇，你们两个人虽然说性格完全不同，但是你们在见到对方的第一面就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很特殊的感觉啊。因为这个权杖8是一种很强的激情，所以说会有这种一见钟情的，会带给你们这样一见钟情的这种感觉。你们可能会在他的身上看到一种你们渴望拥有的一些特质啊，而且呢，他们给你的这种很特别的感觉，你们在别人身上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正缘，你们虽然说第一次见到他们，但是也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正位的宝剑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两个人虽然说性格啊、成长经历啊、成长起来的环境大相径庭，但是你们在精神层面上是高度匹配的，你们两个人都拥有远超于同龄人的一种成熟。那你们抽到这组牌的话，这2张牌，一个是宝剑骑士啊加魔术师，这就是你们未来正缘的一些特质。而你们的话是水象能量比较强一些，就是你们的这种风象特质和水象特质比较明显。你们在感情当中对于精神层面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你觉得两个人的关系一定是要靠内在的精神繁荣才能够维系的，能够推动你们彼此不断的陪伴和成长。所以说你们期待的关系的话，一定是能够形成这种精神上的共鸣的。所以说推动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发展，也是由于你们两个人在精神层面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呢，你们在感情当中是非常非常被动的。哪怕自己再喜欢对方，你们也不会轻易的暴露自己的感受啊，一定要等到对方先来接近你们，先释放出自己的善意和好感，你们才会一点点的把感受和爱传递给对方。所以说你们在感情当中也是非常慢热的啊，这种慢热，即使你们对对方很有感觉，但是也不会贸然的行动。所以你们在感情当中是那种很保守的，很害怕失控啊，稳定和舒适是你们对于一段亲密关系的追求，也是你们安全感的来源。你们在感情当中最看重的是对方所展示出来的真诚，他们对于一段关系的承诺，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细节上的处理。所以说你们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呢，是这种减分制，一开始你们会给对方一个平均分啊，无论对方有多么的优秀，你们也会先保持观望。如果说对方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得很好，你们会加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扣分。如果你们的失望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们就会默默的离开。所以如果你们谈恋爱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默契，一定要足够懂你们啊，因为很多东西你们是不会说出来的，但是你们会看在眼里。所以说这张权杖9呢，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对。而且呢，逆位的隐士牌，你们在感情当中通常是被动的，你们很难去主动的接近一个人，就是因为你们在感情当中必须要先确定对方的想法，自己才会行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正缘的特质啊，它是宝剑骑士加魔术师，一个非常聪明啊，富有冒险精神的桃花，有着很大的志向和上进心。魔术师的话，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是充分自信的，
而且他们的起点会很高啊。这宝剑国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是非常有生命能量的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当然有的时候呢，他们的这种性格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就是容易冲动和冒险的性格会让他们做出一些错误的决策，很容易在一些事情上面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所以说他们性格当中的优点也同样是他们的缺点，而你们呢刚好是那种比较稳重的比较保守的性格啊，所以说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就像是两块完全形状不同的拼图，但是却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这张星币五呢，就是对方，就是你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方可能有的时候很冲动、很上头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拉住对方啊，你们会让他们少走很多的弯路，或者说帮助他们少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你们拥有的特质呢是理智和稳重，而他们呢是勇敢和自信。所以这组牌你们在未来你们两个人相遇之后啊，就会彼此意识到你们各自的性格都能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助力。所以这组牌你们在未来事业上面不仅仅是亲密的伴侣啊，还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这种模式它就是强强联合。而宝剑六啊，就是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后啊，很有可能会一起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一个有很多水元素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沿海城市啊，在那里你们会得到更多的机会。那我们抽到的这两张牌呢，首先是星币王牌啊，星币王牌意味的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创造很多的这种财富啊，这种财富不仅仅有物质上的财富，还有精神上的财富。而这张星币三呢，对应的是你们未来可能会组成一个团队，而且你们两个人是不够的。这个公司的话，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在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个合伙人加入。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模式啊，是一起拼搏、分工协作。所以说这组牌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互为彼此的贵人，而遇到彼此是你们两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幸运，并且呢，这种关系它是一种 balance 完美的平衡啊。这种关系能够赋予你们彼此流动的能量，而且呢，在这种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都是分享型、创造型的人格。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会不断的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无论是精神上的财富还是物质上的财富，你们两个人在独立的生命个体的互动当中啊，会不断的激发彼此的灵感，并且呢，因为这份创造力，会让你们开启对这个世界新的认知和体验。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